美国财长耶伦继续发力，美国商界鼓劲儿撑腰，一起呼吁赶快收了神通吧，拜登。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14号那天，美国财长耶伦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访谈中说，美国正在考虑降低针对中国商品的部分关税，而且耶伦表示，这个呢也不是他个人观点。那么美国跟中国这个贸易代表戴琪就自己说了，说美国正在重新审视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它的执行成果，并且戴琪也同意已经认同在部分领域降低中国产品关税的请求，所以这当然就是耶伦可以考虑的事项。关税这个问题是特朗普玩贸易战搞出来的，当时呢，中美双方都在拼命着对着加收关税，你加我也加，看谁受不了。我还记得呀，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人担心，我们出口给美国的产品多，进口美国的产品少，如果对着收税的话，那肯定是美国人占便宜占得更多。结果呢，很多人是没有想到，最后是美国人自己先受不了了。一般来讲，给对方产品加税是提高对方商品价格，让对方为了这个竞争力不得不减价，减价之后当然是对方的商家要吃亏了。特朗普说过，美国从中国进口了超过3500亿美元商品，要从中征收超过1000亿美元的税，而这个关税呢，将有助于让企业回归美国，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并且使美国经济获得在竞争中战胜中国的条件。但是这种以前百试百灵的加关税的玩法，这次不灵了。上个周五，也就是12号那天，24家美国商业协会致函戴琪和耶伦，呼吁白宫赶紧降低中国商品关税，并且扩大进口关税的豁免范围，以恢复美国企业的竞争力。看到没有？原来特朗普说是加税可以增加美国企业竞争力，而实际上怎么样呢？是加税加的打掉了美国企业竞争力。现在呢，大伙儿都已经看到了这样一个结果，大伙儿都已经看清楚了。美国新泽西州议会民主党的副领袖卡罗尔就写文章说，我早就猜到了，特朗普这么干没戏。那1000亿美元关税是中国人掏钱吗？根本不是，是美国进口商向美国政府交税，然后美国的企业运行成本就要增加嘛，那么各种原料货物会变得更加的昂贵，这就意味着商家要么自己消化关税成本，要么就把这些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但是商家企业毕竟是要挣钱活命的，他们消化不了多少，最后只能够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即使如此，很多企业的经营状况现在看要扩大就业，扩大对社会投入也难了。那么特朗普这个加税确实让美国政府多拿不少钱，但是扩大就业也好，转移产业链也好，没有一条是成功的。好几个月以前，耶伦就催促过拜登，早就应该和中国停止贸易战。虽然当初这个贸易战是特朗普作的妖，但是你拜登上任毕竟这么久了，早就应该收了神通。而且呢，就在14号那一天，拜登还说了，美国的通货膨胀未来还要持续的保持高位。所以呢，耶伦以前在国内公开就讲过嘛，不是中国需要我们美国，而是我们美国需要中国，他讲得很理性。耶伦这个人呢，一直以来专业业务水平都非常强，心态呢比较客观端正，跟中国打交道倒不是说完全的和谐没有冲突，但是意识形态上对中国还没有表示过任何敌意，这一点就跟美国政客完全不一样，算是中美两国外交界和商界都比较赞赏的人。中国外交界觉得耶伦这个人可交，美国认为耶伦这个人属于鸽派。未来有可能中国政府评价耶伦的时候，就像评价默克尔那样，会把他当成一个可以尊重的商业对手和朋友。其实美国如果多一些像耶伦这样的人，不用意识形态偏见对待中国，对中国有好处，对美国更有好处。但是美国未来会不会有更多这样的人走上政坛？长期以来也许有可能，毕竟特朗普那种路子长远看走不通，但是短期看还真不一定。因为如果特朗普杀回白宫的话，现在美国的民粹思想和极端思想未来几年内还有可能更加的严重。美国那套所谓的政治正确，说不定还是耶伦政治生涯职业生涯中的一个老地雷。现在耶伦还在继续呼吁赶紧停止中美贸易战，让两国交往回归理性。当然这也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这次我们也要祝耶伦好运。好，
关于美国政界这个比较清醒的人物财长耶伦能不能够让美国有一个好的运气，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